朋友们，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日本首相在国会上说了几句话，结果中国连续3天暴怒反击，外交部、官媒、驻外使馆火力全开，轮番上阵。连续3天的外交风暴，这是自2022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3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冲突。这个日本首相叫高市早苗，他说了啥？一句话就捅破天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这次反应这么大呢？难道就因为一个日本首相说了几句话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太小看这件事了。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场外交风暴背后，中国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高市早苗说了啥能捅破天呢？他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台湾要是出事，日本可以派兵过来。听着是不是很刺耳呢？这已经不是暗示了，这是明着说要插手中国内政，甚至准备武装干涉。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中国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用这么高调的方式反击。大家要明白一个规律啊，中国做事向来讲究悄悄干活，不高调宣扬，把事情办好就行了。如果一定要高调，那背后一定是算好了账，知道高调之后能拿到什么好处。记住这个逻辑，当前中国出牌，最后的目标一定是要获取实力，理性和克制是基础，不会有任何无效的情绪发泄。你可能会问，什么叫实力呢？咱们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还记得3年前佩洛西窜访台湾那件事吗？表面上看，他确实完成了窜访，好像中国没能拦住他，但实际上呢，中国在不断强调被迫反击之后，启动了72小时的持续军演。这72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海峡中线这个概念被彻底摧毁了。什么是海峡中线呢？这是1953年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明茨在地图上划的一道线，从北纬27度东经122度一直到北纬23度东经118度。美军舰艇严格沿着这条线航行，也阻拦中国海空军进入。台湾当局把它包装成法律屏障，还声称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分的。可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承认过这条线。佩洛西窜访后那72小时，解放军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环台军演，近100架军机突破中线西北空域，弹道导弹首次飞越台岛上空，模拟精准打击。海军舰艇编队呈包围态势，切断台岛周边航道。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台湾岛周围的制海权、制空权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到2023年的时候，中国海军空军突破海峡中线1700次，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一会进一会出。美军划下的海峡中线在佩洛西窜访后彻底消失，美军被迫默认了这个事实。解放军军舰现在常态化贴着台湾岛21海里巡航，战机1分钟就能抵达台湾岛，连美军军舰航线都从此东移，刻意远离他们自己划定的那条中线。看到没有？佩洛西窜访，我们为什么高调愤怒呢？因为最后的目标是要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明茨划下的海峡中线，这就是实力。那这次呢？这次我们对高市早苗这么高调表达愤怒，又是想拿到什么实力呢？很简单啊，就是把一切企图干涉我们统一台湾的外部势力提前通通打服，打到他们大气都不敢出。等到我们真正完成统一的时候，这些外部势力轻易不敢动弹。在所有干涉我们统一台湾的外部势力里，第一是美国，第二就是日本。但美国现在明显已经有了退役。最近1个月啊，美国像兰德智库和昆西研究所这样重要的机构，先后都发表文章劝美国政府放弃台湾，退守到美洲本土，因为阻止中国完成统一要付出的代价，对美国来说实在不划算。这种文章出现在美国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美国逐步放弃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标志。特朗普本人也相当疲惫，他对所谓自由世界守卫台湾没啥兴趣，一门心思只想在全球各国搞钱，帮美国缓和当前财政危机，也顺便帮自己家族发家致富。
所以高市早苗因为发表台湾言论挨了骂，特朗普表现得相当冷漠。美国已经有了退役，那现在出头出的最狠的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对台湾这么上心呢？这里面的原因啊，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你要知道，日本是个很特殊的国家，它其实一直没从侵略者的世界里回过神来。日本对台湾那么关心，主要因为它以前殖民过台湾50年，至今对台湾影响还非常大。日本政府潜意识里一直把自己当成台湾的宗主国。你去台湾看看，很多老建筑都是日式风格，很多老人还会说日语，甚至有些台湾政客对日本那是相当亲近。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利益，是日本的生命线。台湾海峡关乎日本60%到80%的航运量，日本88.7%的原油，80%的液化天然气船，每天200到300艘日本商船都必须经过台湾海峡。这下你明白了吧？台湾海峡就是日本的命门啊！日本近代史对中国欠下累累血债，他们害怕什么？害怕中国一旦完成统一，只要把台湾海峡一关，再跟日本算算历史血债，那日本的能源和食品供应就完了，日本就要躺板板了。你可能会想，日本船只不经台湾海峡，从台湾岛东侧绕行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台湾岛东侧有黑潮暖流，自南向北逆向流动。日本南下的船只从台湾岛东侧航行是逆流，会增加25%的运输成本，还需要多航行1400海里。可别觉得增加25%运输成本不算啥，日本是个高度依赖海运的国家，几乎所有的能源和大部分食品都要靠进口，这会给日本所有海上运输增加60%的航运成本，那将极大影响日本的生产和生活。日本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生产出来的产品因为成本太高卖不掉，日本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你真要把中国惹火了，从东侧航行也肯定行不通的，整个日本还是要躺板板。日本对台湾岛这么紧张，就是害怕中国跟他算旧账。他之所以这么害怕，是因为日本现在政坛上这些人主要还是以前军国主义的遗毒。这话怎么说呢？美国在二战中痛击日本后，因为急于要对付苏联，也为了少付出一定伤亡，答应放过日本那个所谓的天皇和皇族，以及天皇周边重要的陆军长周藩和海军萨摩藩两股势力。因为这个原因啊，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元凶皇叔朝香鸠彦逃掉历史罪责，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以及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还能在战后做首相。岸信介就是海军萨摩藩的话事人之一，安倍晋三就是萨摩藩的后代，而继承安倍晋三遗志的高市早苗还是萨摩藩的人。日本军国主义就一直活生生待在日本政坛，根本没有消失过。所以高市早苗说出这种话来也没啥奇怪的。顺便插一句啊，岸田文雄不属于长州藩或萨摩藩，他应该属于东京系，走的是高桥世清、东条英机、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战山、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资这一条地方线。石破茂同样不属于长州藩或萨摩藩，也是日本其他派系之一，但在日本政坛还是以右翼势力为主。这些人一代代经历过明治维新、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一战、二战，战后经济巅峰，在他们心里啊，认为二战只输给了美国，二战后还成为经济第2强国，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是恰巧站在了胜利者一方。这些倭寇对中国充满蔑视和鄙夷，同时又对中国充满忧虑，极其害怕中国复兴后报复日本。所以你就能理解了，为什么高市早苗能说出这么离奇的话来呢？毕竟他就是军国主义萨摩藩的后代之一。这些话本来是他们私下开会时悄悄说的，但高市早苗脑子不清楚，居然在公共场合当众大声说出来，这就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面对军国主义还如影随形的日本，面对一个对中国充满敌视的日本，面对这样还企图干涉我们完成祖国统一的日本，我们是断然不能留情面的。高市早苗一露头，中国当然要迎头痛击，而且必须让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用我们的方法处理好这件事。
高市早苗可以喊开始，但只能让我们喊结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次中日外交局势升级，我们一直牢牢掌握主动，每一步都像卡好点一样。我们必须要让日本付出一定的代价，让日本军国主义尝到苦头。薛建总领事带头发起了第一波反击，中国外交部官方媒体则发起了第二波反击。日本方面明显感觉到了压力，派出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访问中国，将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等人会谈。好啦，回到咱们今天的核心问题，中国这次痛击高市早苗，我们要的是什么？实力，是日本再也不敢染指我们的统一大业。将来我们统一台湾之时，日本就乖乖在一边站着就好。如果胆敢过来，就一定打服为止。当然啦，日本军国主义至今不死，他们要是敢过来，每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国人都巴不得让战火烧遍日本四岛。看到这的朋友们，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场外交风暴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略布局。佩洛西事件我们摧毁了海峡中线，高市早苗事件我们要震慑所有外部势力。每一次高调背后都有明确的实力目标，这就是中国外交的智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